这两天您刷手机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就是福建舰在海上测试电磁弹射的那个画面。三架完全不同的舰载机以非常高效的节奏被弹射升空，然后又非常精准的降落到甲板上。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标志着福建舰，中国第一艘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航母，已经初步形成了全甲板作战的能力。这个绝对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秀肌肉。中国不仅造出了一艘全新的航母，更厉害的是，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完全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的系统和两款全新的舰载机完美的整合在了一块儿。这样一种多系统同步开发并且一次成功的壮举，我要说实话，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标准，谁家的标准来衡量，都堪称惊人。但是福建舰这样一次精彩的亮相，却也同时映照出了大洋彼岸的另外一番景象。我要说的是美国的福特号。福特号耗资超过130亿美刀，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战舰。它本来承载着美国对于未来海战的全部的想象。它的核心技术电磁弹射系统当初被吹得神乎其神，说是革命性的创举。但是现实呢？自从服役以来，这样一艘巨舰就一直被一个噩梦困扰着，故障频发，可靠性低到让人怀疑人生。同样都是发展电磁弹射，为什么中美两国的这个结局会迥然不同呢？这些年美国人是在梦游吗？这件事情背后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这个视频我想深入聊一聊航母甲板上的这个对决。这不是简单的技术路径的选择，它背后是两个国家创新体系、工业实力乃至于长远战略思维的一个正面的碰撞。美国它作为老大哥，搞出了一种集各种高科技于一身的福特级核动力的超级航母，他就想着说用电磁弹射开启一个新的纪元。但是这样一条路，美国走的那叫一个磕磕碰碰。但是中国呢，作为后来者，亮出了他的第3艘航母福建舰。但中国这一步走得特别的坚实，特别的扎实，在理念上已经说实话领先了美国一代。这场弹射器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又会如何影响未来太平洋乃至于未来10年两国海军的力量平衡？这是一场中美之间关于航母核心技术的史诗级的对决。几十吨重的战斗机要在几秒之内从静止加速到起飞的速度，靠的是什么？就是航母甲板上那几条弹射轨道。弹射器这个东西长期以来就被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终极的标尺。那时间如果倒回到2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美国海军靠着厘米支航空母舰，那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给这样一条巨舰提供动力的蒸汽弹射器已经基本上摸到天花板了，这个技术到头了。这些老家伙功劳的确是非常的大，但是问题也不少。它的能量输出控制不够精准，特别费淡水，维护起来更是复杂的要命，简直是像一门玄学。为了保持住海军的绝对优势，一个特别烧钱但是也超级雄心勃勃的计划上马了。这个就是福特级航母，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搞一搞技术革命，用全新的电磁弹射的系统来取代老旧的蒸汽弹射。电磁弹射的好处听上去的确是非常诱人，因为它的推力可以像调这个音量一样非常精准的来控制，所以不管是轻巧的无人机还是满载的重型战斗机，都能给到最合适的推力，所以它对于飞机机身的损耗非常小，可以让这些非常昂贵的舰载机的寿命更长。更重要的是什么？它会将来航母大量搭载无人机铺平了道路。而且电磁弹射还可以承诺更高的效率，更短的起飞准备的时间。这个也就意味着航母单位时间内能够起降更多的飞机，而且自动化的程度更高，操作人员能够从10几个人减少到只需要2、3个，维护的工作量也能降个3到4成。
所以你看，更省人省事儿，效率更高，兼容性更强。福特级这样一艘造价上百亿美金的超级战舰，几乎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电磁弹射这个技术的成功上面。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的骨感。这样一场被寄予了厚望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一脚踩到了泥坑里面。虽然理论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一到福特号实际测试阶段的时候，电磁弹射的表现简直是一场灾难。美国国防部有一个特别较真的部门，叫做是作战测试与评估办公室，它就像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质检的这个岗位，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考官，每一年都发布报告来啪啪啪的打脸。他们有一个关键指标叫做平均故障间隔周期，说白了就是平均弹射多少架次会出一次故障。电磁弹射他们最开始设计的目标是要超过4100次，可实际测试下来呢，只有181次，连目标的零头都不到。那后来虽然的确有改善，提升到614次，但距离他们的这个设计要求还是相差太远，基本上可以认为可靠性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善。而跟它配套的这个先进拦阻装置更惨，设计的目标是16500次，实际才450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作战时期高强度出动这个舰载机的话，弹射器每弹射600架次，拦阻索每回收450个架次，它的这个系统就得趴窝一次。更麻烦的是什么呀？一出问题，在航母上的人他们根本修不了，还要等到后方的专家专门飞过来处理。这样一种严重依赖后方资源的脆弱性，你如果平时勉强还能够忍受，但如果是在战场上，这个简直是致命的。而且麻烦还不止这些，福特号它就像是一个把所有美军最新的技术都塞进去的一个试验品，浑身都是毛病，被叫做是海上快递的一个先进武器的升降机，交付慢的初期严重影响他们的弹药补给，新的双波段雷达也问题不断，严重影响到福特号的这个眼睛跟耳朵。所有这些问题环环相扣，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个测试办公室的报告说的一点都不客气，说福特号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设计的出动率的目标。最讽刺的就是这样一艘2017年就已经宣布服役的未来战舰，愣是等到2025年才进行第一次的实战部署。这漫长的5年时间，就是福特号技术不成熟、系统不可靠的最好的证明。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科技实力在南星地表最强大的美国，会在他们的旗舰项目在这个最关键的航母上摔了这么大的一个跟斗呢？其实答案指向了美国国防采购体系里面一个深层次的项目管理的问题，叫做并发工程。并发工程听上去高大上，其实它就是把研发、测试跟生产建造这些工作大量的重叠进行，理论上是能够缩短工期，也就是能够省钱。但是对于福特级这样一种集成了无数最新科技，同时也意味着有很多高风险的崭新技术的一个巨大的系统来说，并发工程简直是一场豪赌。美国海军在电磁弹射这些技术还远远没有在陆地上验证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急吼吼的把它们设计进了图纸，并且开工造船了。已故的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说，这个决定就是让整个福特号航母项目磕磕碰碰的原罪。美国人这样一场豪赌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等这些不成熟的技术真的装上了航母，各种设计缺陷跟可靠性的问题集中爆发，而修改的成本高到吓人。因为航母建造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嘛，你动一个地方肯定是要牵动全身的。就好像盖一幢大楼，你地基还没有打牢就已经往上盖，等到发现有问题了，你要改地基，上面怎么去拆嘛？这基本上是一件不太可能办到的事情。而福特号这样一种没完没了的打补丁，就让它的建造成本一路飙升，最终
花了大概130多亿美刀，超支近1/4。整个福特级的项目总花费估计要冲到1200亿美刀。最要命的还是一旦上了贼船，这个错误几乎没法回头。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技术锁定。福特级的一个核心的设计理念是全电舰船，为了这个目标，它的新式核反应堆被优化来发更多的电，但代价就是它产生的蒸汽量反倒不如以前的厘米之级多。那也就是说没办法驱动传统的蒸汽弹射器。那这个早期看似非常合理的决定，在电磁弹射出了问题以后，就变成了是一个死结。当外界都在呼吁，甚至特朗普都跳出来说了好几回，说要换回更可靠的蒸汽弹射器的时候，美国海军非常悲哀的发现，这个工程上根本办不到啊！要给福特级装蒸汽弹射，差不多等同于重新设计一艘航母，所以福特级就陷入了一种大到不能倒的一个尴尬。尽管它的电磁弹射问题一大堆，但因为没有备份的方案，美国海军只能够硬着头皮继续往里砸了几十亿个美刀，尝试想要修好这个先天不足的系统。这个就是技术先行者的代价。美国海军被于自己过于超前的技术革命给锁死在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上，而这条路的前方依然迷雾重重，看不到希望。福特号遇到的这个困境是美国军工体系系统性缺陷的缩影。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普遍性的延期与成本超支。过去20年，美国海军的造船预算几乎翻了一番，但它的舰队规模却没有按计划增长。海军的造船项目普遍陷入了延期交付跟成本超支的恶性循环。那除了刚才备受批评的并发工程的模式之外，美国造船业还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跟熟练技术工人短缺的困境。政府问责局甚至批评说，美国海军根本就缺乏一个连贯的长期的造船工业的基础战略，给工业界提供的工作量预测极不稳定，这个严重打击了私营造船厂投资升级的积极性。就在美国海军为福特号航母头疼不已的时候，大洋这边的中国却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展示了它在航母技术上的突破。2022年6月，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下水，它一亮相，全世界军事圈就已经炸锅了。平直甲板上面清清楚楚3条电磁弹射的轨道，这个就说明中国海军不仅搞定了电磁弹射，而且直接跳过了蒸汽弹射的阶段，实现了所谓的弯道超车。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后面的进展。2024年5月开始海试，接着几个月测试，那叫一个密集跟顺利，跟福特号这几年的磕磕碰碰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到了2025年9月，决定性的时刻来了，中国官方高调发布福建舰进行舰载机弹射起飞跟男主降落的清晰的画面。在画面里面，一个完整的强大的下一代的舰载机联队集体亮相。被寄予厚望的歼35隐身战斗机，它的上舰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进入了5代机的时代。而作为对比，美国的 F-35隐身战斗机至今依然没有办法在福特号被电磁弹射起飞。现役的歼15重型战斗机的弹射版歼 15T， 还有最关键的一个角色就是空警600固定翼的预警机。官方宣布，福建舰它已经初步具备了全甲板放飞的能力。这简单的几个字，信息量巨大。它的电磁弹射跟男主系统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可靠了，可能在今年3月份早就已经测试结束了。从海试到形成初始战斗力，这个速度这么快，不仅显示了中国强大的工业实力，更暗示它背后的电磁弹射的技术路线可能从一开始就比美国的更稳妥、更先进。那么中国的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指向了一位关键人物，就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海军少将马伟明。和美国把电磁弹射当成是一个独立的外挂系统来研发不一样，马伟明的团队
他们从一开始目标就更加远大，他们要搞一场彻彻底底的舰船动力的革命，构建全舰的综合电力系统。这样一场革命的核心是选择了一条跟美国福特级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压直流电力系统。大家记住这个词，中压直流，这个是理解中美技术差异的关键。而10多年以前，当全世界海军强国都在用中压交流系统的时候，马伟明的团队他们就判断直流才是未来舰船能源的正确的方向。相比较交流电来说呢，这个直流电网的优势太明显了，因为它能够让发电机更省油，它省去了非常笨重的变压器，让系统更小巧，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更高效、更方便的接入和管理像比如说电磁弹射器啊、未来的激光武器跟电磁炮这样一类需要瞬间巨大电能的用电大户。马伟明团队他们最牛的突破就是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在常规动力航母上集成电磁弹射。以前西方主流普遍都会认为，只有在核动力航母，因为能够提供近乎无限的能量，所以这个电才能够用。但是中国能够做到通过先进的中压直流电网跟智能能量管理系统常规动力航母一样能够玩转电磁弹射。马伟明他本人就曾经多次非常自信地表示，他们搞的电磁弹射比美国的更先进、更可靠。这样一种自信来源于对于中压直流这条路线的深刻理解跟扎实的攻关。可以说，福建舰的电磁弹射不只是一个工具，更是马伟明路线，也就是说以综合电力系统为核心，重塑整艘航母能源体系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实践。而这个背后是中国庞大的国家级产业政策的有力支撑，是新型的举国体制跟军民融合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我们看到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在电动汽车产业有非常巨大的投资，催生了世界领先的超级电容研发跟制造的能力。有分析指出，全球50%的超级电容器的研究是由中国完成的，这个为中国军方提供了一个深厚的工业跟科研的宝库，让他们能够把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民用技术非常迅速的、高效的应用于最尖端的军事领域。和美国相对封闭的军工厂商的体系不一样，中国通过顶层设计，系统性的打破了军用跟民用技术的一个墙。马伟明团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借力了中国民用高科技产业的积累，是系统性的利用中国庞大而充满了活力的商业经济体来为军事现代化服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有全球最庞大的高铁网，高铁的大功率牵引跟能量管理的技术跟电磁弹射的原理是相通的。中国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世界领先，国家电网为了西电东送攻克的那些远距离的输电难题，其实它的经验可以直接借鉴到航母这样一个微电网的系统里面。中国的新能源跟电动汽车产业的火爆，催生了顶级的电池跟超级电容的产业链，这个为福建舰的储能系统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还有就是像中国船舶集团这样的国有巨头，它同时建造军用跟民用的船只，这个不仅创造了规模的经济，也促进了技术跟人才的双向流动。所以通过军民融合，中国海军相当于站在了国家整个工业实力的一个巨人的肩膀上，它避免了美国那样一种技术孤岛跟高成本的问题。这样一种在国家层面的协同创新，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系统优势，是中国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而福建舰能够将全新的舰体、全新的电磁弹射、全新的歼35跟全新的空警600，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投入海上测试，一次成功。这个本身就证明了这样一种高度协调、自上而下的整体设计与管理哲学的有效性。电磁弹射器之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新体系跟国防工业生态系统之间一次硬碰硬的正面交锋。好了，朋友们，我们可以来点硬核的对比，美国的中压交流跟中国的中压直流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打个比方吧，美国的福特级的方案
就好比给一个传统城市的电网外接了一个巨大的充电宝，来应对突然的用电高峰。它的工作流程忒复杂，先是核能发电，然后转换成热能，然后热能转换成机械能，机械能转换成交流电，交流电转换成机械能，也就是用飞轮存储，然后又变成交流电，然后又变成是处理过的交流电，最后才是把飞机弹射升空的这个飞行的动能。所以每转换一次都有能量损失跟出故障的风险，这个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毛病非常多。而中国福建就更像是规划一个全新的智慧都市，它直接建了一套更智能的直流的能源互联网。在这个系统里面，发电机的电经过处理之后，汇入了一个统一的直流电网，而这个电网就像是一条电力的高速公路，同时给推进储能跟全舰所有的设备供电。需要弹射的时候，就有储能系统，也就是据信应该是超级电容跟小飞轮的一个混合体，它们来直接给弹射器稳定供电。因为这个能量的路径要短得多，控制更直接，所以潜在的故障点也自然就会少很多。我们来简单列一个表，对比一下就会更加清晰了。核心的架构，美国是旧的交流电网的升级补丁，中国是综合电力系统的推倒重来。能量存储方面，美国靠的是笨重的大飞轮，而中国用的是功率密度更高的混合储能。系统的体积，因为直流系统省了变压器嘛，所以更小巧。而系统的效率，直流电的这个转换的环节少，发电机工作的状态更优，所以效率更高。而在最深远的影响，在未来的潜力上，未来的海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高能激光武器、电磁炮这样一些定向能的武器一定是趋势，而且这些武器个个都是吃电的猛兽。对于福特级的交流系统来说，你每增加一种新的武器，可能都要单独配一套独立的转换跟储能的设备，特别占地方。而对于福建舰的直流系统来说，新的武器你可以像买一个新的家电回来一样买回来你插头插进去就可以用，能够更加平滑地接入统一的直流电网，由全舰能源系统智能调度。可以说，美国海军20多年前为福特级选的电力的架构，可能会让它未来几十年的技术发展被框在了一条效率更低、适应性更差的轨道上。这个就是路径依赖，也就是技术锁定的代价。整场技术路线之争，它的影响远远不止工程领域，正在深刻地改变西太平洋乃至于全球海上军事力量的格局。福建舰电磁弹射带来的最直接、最厉害的战略价值，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最关键的角色——空警600固定翼的预警机。这个能力让中国航母的战斗群从一支近海的防御力量，向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蓝水海军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以前中国的那个华跃式航母辽宁舰跟山东舰，因为它只能够滑跃起飞，不能够弹射嘛，所以它只能够带一些预警的直升机。那预警直升机的探测范围跟指挥能力，与美国的1-2鹰眼的固定翼的预警机相比，是差了整整一代。这个让过去的中国航母是有一点点近视，所以它只能够在近海来游弋。而空警500一旦上舰之后，整个局面是彻底改观，它成了中国航母的千里眼跟空中大佬。它能够把警戒范围向外推几百公里，带来非常巨大的优势。首先是能够更早的发现敌人攻击，给防空系统留下宝贵的反应时间。其次是可以给自家的舰载机提供超视距的目标指示，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第三是作为空中指挥所，能够协调整个舰队的行动。那如果我们说电磁弹射器是打开这扇技术大门的钥匙的话，那么空警600就是打开门之后藏在后面的宝贝。一个拥有隐形战斗机跟固定翼预警机的福建舰的战斗群，将对西太平洋的军事平衡，特别是台海局势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美国靠的是它在第一跟第二岛链内的军事基地跟航母来形成威慑，但如今这些固定基地跟大型的军舰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而福建舰的服役给中国的防御体系加了一个强大的机动的海上维度。
一个部署在台湾东边大洋上的中国航母战斗群能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同时还能够威慑迟滞赶来支援的美军。这样一种新的现实已经开始逼着美国跟他的日韩的盟友加速应对，西太平洋的这个军事的竞赛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而压力呢也传导到了下一代航母的设计上。在美国，关于下一艘福特级的后续航母应不应该放弃现有的架构，转向中国已经验证成功的中压直流的技术，他们国内的争论非常的激烈。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创新者的窘境。要是继续沿用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已经是落后的技术的话，那么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美国会永远处于一个被动的境地。但是如果要承认他们之前的错误，推倒重来的话，除了丢脸不说，成本太高，政治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中国的成功是根植于一个庞大的国家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跟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的基础之上的。而美国本土的制造业空心化，他们就算是想切换这个技术路线，想要用非常短的时间内搞成功，也非常的难，需要依赖日韩这些盟友。那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雄心勃勃地推进第4代航母，也就是我们说的004型的计划。外界普遍猜测，这个会是一艘超过10万吨的核动力超级航母，而且会继续优化福建舰上面这样一艘中压直流的弹射系统。如果计划一切顺利的话，那么到了本世纪30年代末或者40年代初，中国海军就会拥有一艘在平台基础技术上领先同期美国航母的旗舰。而这样一场关于下一代航母的竞赛，将会决定未来几十年海上军事霸权的走向。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中美航母的这样一场弹射器之争，其实是两国更广泛的科技跟工业竞争的一个缩影。中国海军在短短20年的时间，就从翻新一艘前苏联的废旧航母，发展到拥有3艘航空母舰，其中2艘是自行建造，而福建舰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航母之一。这个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国家创新体系面对同一个尖端挑战时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结果。美国的模式，他们根植于强大的私营国防的工业，鼓励大胆创新，但也经常被军火商的利益、繁琐的流程跟失控的成本所绑架。中国的模式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新型的举国体制跟军民的融合，尤其是这些年，中国在高铁、电动汽车、新能源跟西电东输等等领域取得的最先进的民用技术，都被非常系统性的直接注入了军工的项目，在特定的领域实现了惊人的后发优势。这样一场竞争表明，不仅仅在舰船电力系统这个领域，未来在更多的类似领域，中国都将会加速电动化，领先一个段位。比如说在6代机上的这个激光武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的模式会展现出更强大的效率跟威力。尽管反舰导弹越来越厉害，让大航母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变得更加严峻，但中美却都在拼命的造新航母。这个本身就说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航母作为大国的象征、全球力量投送的核心工具，它的战略地位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不过，航母的这个未来也在发展变化，我相信会是一个集成了网络指挥、无人机控制跟高能武器的海上的综合的堡垒。而在未来的这样一场变革当中，船舰的能源系统，也就是它的心脏，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美的弹射器之争其实就是未来航母心脏之争的序幕。它告诉我们，未来海权的较量会越来越多表现出对于底层核心技术的掌控力，谁能够打造出更加高效、更加智能、更加适应未来的技术体系，谁就将能在未来的大洋竞争当中掌握主动。这样一场赛跑没有终点，而福建舰的亮相只是拉开了新一幕大戏的帷幕。好了，今天关于中美航母技术对决的故事就聊到这个地方。
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竞争？您觉得哪种技术路线更能够代表未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请记得点赞分享。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